Hello， 大家好。这期视频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喝西芹汁一段时间以后的感受。我相信很多想要尝试或者已经开始尝试的朋友们呢，会看到很多关于西芹汁的流言蜚语。说好的呢，就是西芹汁简直就是灵丹妙药，什么病都能治哈。那说不好的呢，比如说什么西芹汁骗局啊之类的等等。那首先呢，我和大家声明一下，我既不卖西芹，也不卖榨汁机，也不卖书，当然未来也没有这个打算哈。我仅仅是想把自己喝西芹汁之后的一些身体的感受和大家分享，想给一些想要尝试又有一些担心的朋友们一点点动力。好啦，我们进入主题。我是从2022年8月份开始接触西芹汁的。那除了出门旅行的时候不喝，我们全家4口人每天都会喝。那这样算下来呢，到今天为止已经1年多了。那我和我的爱人呢，是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喝，每次喝500毫升左右。那这1年多来呢，差不多一直是这个量，也没有增长，并没有达到书里面写的要最好喝够1升啊这样的要求。那这个西芹汁呢，说实话肯定没有苹果汁这么好喝哈，所以如果你刚开始尝试，那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感受就好了，一点点来，不要纠结是不是喝够了量哈。那还有就是我家的2个小朋友每天也会喝这么1杯吧，大约是150毫升左右。姐姐上小学了，早上着急吃早餐，所以呢，姐姐的西芹汁一般是晚餐以后1到2个小时再喝。所以朋友们，你们也不用特别纠结啊，是不是一定要早上空腹喝啊？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换个时间也是没有问题的哈。毕竟开始比追求完美更重要。那喝了这么久，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先来和你们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那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消除了我的偏头痛。在喝西芹汁之前呢，我经常会出现头痛的一个症状。那个症状其实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了，尤其是在每个月的那几天。虽然我从来不痛经，但是我会头疼，那疼的睡不着觉的那一种需要吃止疼药来进行缓解。到了30岁以后呢，我不仅会在月经期间头疼，还会在每个没有喝咖啡的下午头疼。对，所以说喝咖啡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喝到咖啡，那么下午一般是从2点开始吧，我就会开始头疼，然后就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必须吃止疼药才能缓解。所以我认为这是身体出现问题的一个信号，有点类似慢性疲劳症吧，但是貌似也算不上什么病哈。那在喝了西芹汁大概1个月左右，我刻意尝试着上午不喝咖啡，惊奇的发现下午我竟然没有头疼。于是我为了验证这件事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的时间1杯咖啡我都没有喝。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是非常坚韧的哈，然后发现真的1次都没有头疼，甚至在月经期间我的头疼都没有再来。那这个头痛的症状消失，应该算是喝西芹汁以来最大也是对我来说最满意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是我不再胃痛了。其实很多人说呢，西芹汁偏凉性呢，早上空腹喝会不会把胃喝坏了之类的。虽然我也不能确定西芹汁会不会把胃喝坏，但是以我自己的实践，我跟大家讲呢，在喝西芹汁之前，我经常会出现胃胀气的一些问题。那胀气的时候，我就会做一些瑜伽的动作来进行缓解，或者是喝气滞胃痛颗粒或者是达喜这些药。但是喝了西芹汁之后，到今天我真的没有再出现胃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我甚至都有点忘了自己曾经还要常备达喜这样的药在包包里哈。所以担心喝西芹汁会导致胃不舒服的朋友，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看看是不是也可以出现类似我这样的一个身体变化。那除了这2个比较大的变化呢，还有一些小小的症状，那作者安东尼称之为疗愈反应。我曾经还在备忘录上认真的记录呢，后来呢也就懒得记了，所以也就记了2个多月吧。那我翻看当时的这个记录哈，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那在刚开始喝西芹的时候呢，我出现了嗜睡的一个症状，那就是说晚上很容易困哈，到9点我就睁不开眼睛了。那段时间我睡得都非常的早，差不多10点多就睡觉了。
还有这个时期呢，我的皮肤开始变得非常的粗糙，尤其是手和下肢。那手呢是粗糙到不行，腿也开始爆皮，脚后跟也出现了一些皲裂。不过这个症状呢，出现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就好了。当然呢，最明显的反应应该就是每次喝完西芹都会有水样的便便俗称为水泻哈。那这个现象呢，直到现在依然会有。我认为取决于你近期吃饭是不是吃得足够健康那我记得刚开始喝西芹的时候，水泻的次数呢会比较多，可能一上午呢都会在上厕所。所以如果你刚开始接触西芹汁，但是早上要开车去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喝，因为开车找厕所真的是终身难忘。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哈。那当这个类似拉肚子一样的水泻呢，并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比如说肚子疼之类的。相反呢，你会爱上这种能够很彻底的来清除体内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试过了就知道了哈。对了，不过刚开始我喝西芹汁的前2周出现了与其他人相反的症状，也就是便秘的症状。所以呢，这个体验呢也会因人而异，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尝试。除了这个很常见的水泻症状，我还发现了便便的味道会出现一个比较怪的臭味儿，真的是非常陌生、很怪，而且很难闻的一个味道。那像是书中写的西芹汁会杀死身体里的一些病毒，那病毒尸体发出来的味道也就是这种怪怪的臭味儿这个味道也会出现在你打嗝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用担心哈，还应该庆幸西芹汁是不是已经帮你杀死了胃里面或者肠道里面的病毒如果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味道就没有了。但是我经常会因为出门一段时间没有喝，回到家之后复喝的时候，又重新闻到这个怪味道。那其实无论是腹泻呀、起皮疹啦，或者是皮肤干燥、爆皮啦、嗜睡啦，都是西芹汁杀死身体里病毒之后呢，病毒排出身体的一种反应。有一些人还会出现掉头发、眼睛痒长痘痘之类的各种症状不过这个症状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吧，所以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那接下来说一说我爱人的反应。他呢40多岁，拥有中年男人常见的比较胖的体型1.72米，83公斤左右吧。他并没有因为喝了西芹汁变瘦，喝了1年多也没有但是他在喝之前呢会偶尔痛风，尿酸呢也有一些高。喝了西芹这1年多以来呢，他的痛风没有再犯过，尿酸呢也一直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据他所说，睡眠比前几年好了一些。那刚才说的水泻排泄物或者身体排气出现的怪味道这些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常见的。但要说一些其他的疗愈症状，好像就没什么了。所以呢，喝西芹汁也没有像传言中的这么神奇，又能减肥又能治病毕竟这就是一种蔬菜嘛，不是什么神药不过对于这些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的40多岁的中年男人来说，身体没有出现不好的症状，应该就算是一个好的现象了吧再来说说我家的小孩，其实给孩子每次喝的都不多也就是这么一杯吧。你不许再捣乱也就是这么一杯但是孩子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不再过敏了。我家姐姐呢曾经有很严重的尘螨过敏，经常睡觉睡到半夜就鼻子不通气擤鼻涕所以呢我对这个尘螨过敏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比如说睡前除螨仪吸床定期喷洒这个除螨喷雾早上起来或者晚上进行鼻窦清洗等等等等。但是自从1年前开始喝西芹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姐姐就不怎么过敏了。这个症状是我后来发现的，就觉得姐姐你最近怎么这一段时间都没有过敏了呢？才觉察是不是因为喝了西芹汁才这样的。所以呢，后来我就这个症状验证了好几次，就我们出去旅行大概2周，那期间呢都没有喝这个西芹汁。那姐姐在外面住的第1周的时候还不过敏，但是到了第2周就开始过敏啦，打喷嚏眼睛痒之类的。那这些过敏的症状在我们回到家之后依然会持续。当然回到家以后我们就重新开始喝西芹汁了嘛，但是也是要喝到10天之后，过敏的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
这样类似的验证呢，我印象中有2次。所以针对于我家的小孩，喝西芹汁确实可以让他不再过敏。所以如果你也有过敏的症状，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全家人在喝了1年多的西芹汁之后的一些感受。其实针对于喝西芹汁这件事儿呢，网上的声音有太多了，很多呢都是负面的。不过我认为一些事情呢，还是要亲身体会过以后再做决定哈。那毕竟我觉得作者他写了这么多本书哈，他也不可能是单纯的为了欺骗大家。况且我们家庭这1年当中，确实也是感受到了西芹汁给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虽然没有一些人说的包治百病，但是足以让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来坚持下去。安东尼的书呢，其实我也买了也看了，所以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西芹汁当中确实含有安东尼所说的这个当代科学尚未发现的这个矿物质，就是钠醋盐哈。他在书中写呢，正是因为这样物质的一个存在，才可以极其特殊的疗愈我们身体的各种问题哈。那当然，如果你把西芹仅仅当做一种蔬菜的话呢，生食蔬菜中也含有大量的活性酶，还有什么植化素之类的。也就像杨定一博士在这个真元一的这个书中讲的，我们每天进食一些生的植物因为植物当中含有植化素，是天然的氧化剂，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氧化伤害，从而降低这个心血管或者是癌症的发病率。因此无论如何呢，其实每天固定的进食一些生食的蔬菜，对身体肯定是有益无害的。那么针对每日喝西芹汁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我也建议尝试的朋友也买来作者的书来看一看，或者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看一看相关的文章，里面的文章都是对安东尼书籍的一些整理，大家可以一边了解呢，一边实践，亲身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一些变化，那比听别人讲我觉得更重要。好啦，关于西芹汁的一些分享呢，这期就到这里了。看到这里的朋友一定是真爱，那一定点一个赞给我鼓励一下好不好？我的频道呢，未来打算给大家多多分享一些日常的健康饮食和知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爱分享的唐小贤，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